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哈。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啊。先分享王占兰老师的一个体会哈。王占兰老师今年已经90岁了，是石家庄的一位老阿姨哈。她前不久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她说：“李老师中午好，辛苦了。说今天午休的时间呢，我也把今天的课听了一遍，就是应该是802和803课，就是讲那个也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从底层切换哈，从这种模式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是版本的另外一个版本的，应该讲这一课啊。说我听了一遍，突然发现我才是真正的死心眼儿，是自己的死心眼儿啊。说听来听去这课的内容啊，说就是说我呢，为什么呢？他说说我对公众号改成公众号直播呀，我一直存在着一定的情绪哈。什么情绪呢？他总认为是说总以为你在受难哈，心里沉闷，就觉得好像我受了很大的委屈。过去用那个直播，现在改成公众号了，是不是有人他就这样的意思，有人给你做捣乱了啊，你没有办法改成公众号这个直播了哈。他一直有这种感觉。前面呢也发了几个信息就是谈自己的心情，真的非常感谢老人家对我的关心哈。他说今天呢发现是我太老了，其实不是太老了哈，说不懂得换版本，才造成了种种心情的这种不愉快哈。就是他就先说呢说现在哈这内容没有变，听课随时随地这多好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不能够通过那种方式去直播，现在用公众号去直播，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很好你比方说我在每一天准备这些课的时候，又把它准备这一篇文章，那就让我自己更深入的去思考、去体察，同时呢，也真的要在磨练我的文字的能力、文字的功夫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总觉得只要你有这样一份心你觉得一切都是修行的话，那么很多力量，哪怕对方用过来的力量是让你不好的力量，是一些别的力量，但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呀，这都是助力，都是助缘，都是善缘，真的是这样。有这份心之后，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缘分都可以把它变成善缘，心存感恩今天待会儿也要讲这样一个内容也可以说，我们人生真的是有很多的版本很多版本。那么这些版本在哪儿呢？它不是说我出生之后，我慢慢的一个一个得来的我就觉得很多都是你预装来的，就好像那个手机你手机你刚买来的时候，一打开就有很多预装的这种版本这种版本。那预装的版本在里面之后，那就看我们怎么去对待它。今天是元宵佳节，真的也祝愿各位亲友月圆人圆，事事圆满。那么月圆佳节，我就在想你看，我们在今天你都会觉得什么哟？团圆幸福，对吧？我们过年也是这样了，团圆幸福。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份团圆和幸福并不是说这个节日给你的。有了这个元宵节，有了过年，你才给你团圆幸福，不是这样的，而是你本来就有的什么那个 app 之一 ，app 就是手机中各种各样的应用的软件就像手机里自带的很多应用一样呀。说这个好日子，这个团圆的日子，这个版本呢，它其实也就早在预装在你的生命系统里面来了。你打开手机，刚买的新手机里面就有很多预装的系统。就那个好日子也好，什么不好的日子也好，健康也好，疾病也好，它都早在装到你的生命系统里面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大家注意，我跟大家一块来分享这个内容就像我们这个手机我们拿这个手机，好，这时候你打开它，你看，大家应该能看清楚，手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软件、这些 app 这些东西。好，你看有很多个在这里面，我们都能看清楚了。那很多个这里有什么呢？有购物的 app， 它也有学习的，有游戏的，也有健身的，有刷视频的，有听课程的，对吧？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app， 有的 app 就是它就在你手机里面。那你的生命系统里面呢，其实也预装了这些东西。预装了什么呢？它也有健康的版本，也有疾病的版本，有快乐的版本，也有痛苦的版本。它也装了什么呢？有善良的版本，也还有什么那个嗔恨的那个
那种版本。就这些它都不是你创造的，就这些 app 不是我创造的啊，不是我，而是什么呢？就好像是你的继承的一样。那从父母那儿你一出厂就有了，一出生就给你装好了。大家想是不是这一出生就装好了？那问题就来了哈，我的文章中就写哈，说为什么有人就活成了什么呢？叫精品应用商店，有人却活成了什么垃圾软件的合集。也就是说，有人活的一生就活得很美好，有的人就活得就好像很惨一样。那答案是什么呢？就你的手指点了什么？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点击了什么？下面就讲这个点击。你比方说手机里这些，我点击这个出现这个，哎，我点击这个出现这个，我点哪个什么，我点哪个就展现出哪个，点哪个就展现出哪个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点着哪个就出现哪个，就你想看什么你就点什么。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哈？你点这个哦，它出现这个，这个慢慢就打开了这些东西。可能这个光线的问题可能看不太清楚，我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你点哪个就出现哪个。你里面你有健康的，你有病的，你天天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身体怎么这么不舒服呀？哎呀，我是有病的。好了，你就点开了什么？点开那个病的那个 app，你点开了它之后，整个手机这个平面上就展现出那个病的状态。这个手机平面不就相当于你的生活画卷吗？你每天一点开，哟，我是健康的，我是快乐的，那整个手机这个平面或者整个你的生活画卷就是健康快乐的。大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平常讲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手机上的这个 app 是你靠你的手指头去点，但生命中的呢，不是手去点，是谁去点？你的心去点。大家想着，你心点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它打开了什么。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它就是这样。你看，就好像我这个手机里面哈，还有啊，就像这个，我把它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了，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这个我一打开它，打开它有好多个这个东西，那好多个是什么呢？就是手机我刚买的时候预装它就有这一些，预装这一些呢，我从来没有用过。我看有什么，我就不说它什么了，我从来没有用过。那手机里被植入的这个 app，有一些我从来都没有点击过它，无点击也没有升级，它给你装的这个呀，可能是好几年前那个出手机的时候装的这个，那现在你要用它，它就要升级了，你不点它，你也就没有升级它。人生啊也是这样，你一出生之后是本自具足，本自具足是什么？有善也有恶，是吧？各种东西都有。好了，人也是这样的，生命中那个恶，有的人一辈子也不曾点它。大家说是不是这样？你从来没有点过那个恶，你没有点过那个恶，恶在你生命中它就没有出来。它有没有种子？有啊。你一出生本自具足，那就什么都有。那个种子有颗，你不给它浇水，不给它施肥，那个恶它就不展现出来。它不点开它，不醒来，它也没有什么，没有升级，也没有升级。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点开的都应该是善，升级的都应该是美好的东西。我表达清楚的意思没有哈？你看，平常老百姓我们经常讲，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那个善小，你只要不为，它就善就在那沉睡了；那恶小，你只要一为，它就打开了。哎，那个善小也得为，恶小也得不为。因为什么？你只要为了，它就打开了，打开了善。你要为那个恶，就打开了那个恶。你手指头点这个，你使劲点，轻轻一点，它也打开了，是吧？你再比方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什么？你靠近了就容易被点开，你没有主动点开，可是哟，一看到你就容易被带着被点开了，那个善那个恶，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哈？所以这个点击真的是这样的，就看你怎么选择，怎么去点它。你生命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有善的，有恶的。我不点开那个恶，它就不展现出来。我点开那个善，那个善就展开在什么？你的生命的画卷之中。
你看老百姓中平常说话说很多这样的词儿，你只要琢磨琢磨就知道。你比方说，经常会说这个人怎么样，说你看他呀，那么有好日子他不过，非得往火坑里跳。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他有好日子，比方说夫妻本来是很好，家庭很好，他非得怎么怎么样，他本来应该这样，他非得怎么怎么样。说有好日子不过，非得往火坑里跳，那就说明好日子也在这儿，火坑也在这儿。那好日子 app、火坑 app 都在这儿摆着呢，净等着你去选择。说平行宇宙不同的版本嘛，这个版本就在这儿，这个版本也在这儿。你选了这个版本，好了，我选这个好日子，哎，就打开了好日子，以后都是好日子。我选了这个火坑呢，就走上火坑。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太多太多了，是吧？就看你选择哪个，点开哪个 app。平常还有说，你看，说他一条道走到黑，一条道走到黑就太死心眼儿。说你看一棵树上吊死，有平常说过这个话吗？也就是说呢，旁观者看着他的一条道走到黑，一棵树上吊死。也就是说，旁观者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更多的选择，但是那个当局者迷啊，当局者他看不到，有不同的这个版本，他就只就一个，只有这一个。大家注意哈，有不同的选择，你看不到这种不同的选择很可惜。然而，比这个可惜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被选择。被选择。当然了，刚才讲的说是一条道走到黑，但如果真正选定了一条正道，那认真走下去，不听别人的闲言碎语，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哈。说现在又讲说看不到各种选择是很可惜，比方说还有不同的选择，那又讲被选择才可怕，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是被选择。这就是说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那个推送，咱们还记得不记得啊？推送，你打开手机了，你经常看什么？哎呦，这个大数据就知道你喜欢什么，老往你那推送，咱们还记得吧？就是我们要主动选择生活，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主动选择的，真的有的时候你想一想，有点背后发凉的感觉啊。比方说，你以为你在选要买哪个商品，其实并不是你选。那广告商精心设计那个广告那个算法，它推送给你的，天天打开手机是这样，打开电视是这样，到外面看着大街上贴的广告也是，它不断推送给你，你就认为这个好就是你选择，其实不是，人家给你推送的，给你推送的。你以为你在玩这个游戏，其实不是，是游戏公司他希望你沉迷，他用各种方法让你得到一点快乐，又得过通一关，又怎么样，就让你成为什么呀？他们公司利润报表上的一个数字。你以为你在玩游戏，其实你是被游戏公司那些人在被他们玩。你把时间、把精力、把很多东西都放到里面去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有时候你觉得，哟，我在刷新闻，其实不是你在刷新闻，是平台利用你自己的口味，他知道你的口味，看喜欢什么，就让你停留的更久一点。他不断的给你推送这个，他推送更久，点击更多，他就有更多的钱赚，都有更多的利润可得。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啊？而更可怕的就觉得什么？就我们的人生的那个版本也在被推送，被推送。有时候不是你自己选择的。那社会上很多推送的东西，都变推送焦虑，推送焦虑，哎呀，你就打开了焦虑版的自己。推送恐惧，打开了恐惧版的自己。哎呀，这以后怎么办呀？这个社会怎么变化了？等等等等了，是吧？推送攀比呢，就打开了自卑版的自己。哎呀，我不如他呀，我也不如这个，不如那个，是吧？你认为，哎呀，我就这样了，其实不是的，你可能是被选择成这样的，被大数据，被周围的人言，被周围的人看法，被他选择成了这样。你活的不是真正的自己，是成了别人游戏盘中的什么一个棋子，一个子儿。我不知道说清楚意思没有啊？
有时候我就想啊，被推送的这个人生啊，你就像一个傀儡戏一样。我再想一想，再讲给大家看，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啊？你比方说看到同事买了一款新包，哎，你突然觉得自己怎么样，也需要一个，这是被谁推送的？消费主义。你并不需要，可是他那攀比，你消费啊，我也得买啊。消费主义的东西推送到你脑子里边，你就想我也要去买一个。其实你需要吗？你并不需要。你听到别人家的孩子，哎呦，考上什么什么大学了，别人家孩子怎么到什么什么工作了，如何如何了，你突然就对你的孩子发火了。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你怎么不好好工作？不好好挣钱是吧？被什么推送了呀？被攀比心推送了。一刷到，哎呀，养生这些焦虑这些文章，你突然觉得，哎呀，自己好像浑身都是病。你被恐惧推送了，就是你不知不觉的，我们人失去了那个自主的那种能力，你就被外面的各种信念、各种观点、各种东西被它推送，你真的就像一个傀儡一样，就真的像你的手机，你手机上你买了手机打开之后，哎，它以前已经有了很多 app，这些东西不是由你决定的，那厂家预装的。平台推荐的算法猜测你喜欢什么，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可能会说，有的东西是我下载的呀，可下载的是在哪儿？在你虚空之中到处早就有了的，它已经跟你连在一块儿了。那你人生的这个主屏呢？你展现什么状态，很多时候也不全是由你决定的，往往受社会观念的影响，受他人的评价，过往的习惯，我要表现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出来。大概想是不是这样？你总得有个面子，有个形象。你自己并不需要这样，可是社会需要这样，我就得这样。别人喜欢这样，我就得这样。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他自己活的不是自己，总是要委屈自己去迎合周围的一切东西。而我们修行讲什么呢？那老子讲什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大概讲什么意思呢？真正有德性的人，他保持内在的那种德性、那种清明、那种标准，他不以社会上别人的评价作为标准。所以这样的人，他才真正有自己的德。但如果说你为了迎合这个，为了迎合那个，就把自己内心的东西丢掉了，就真的成了一个傀儡了。就好像，哎呀，到这儿就必须穿什么什么衣服，我拿手机必须拿什么什么样，我开车要开一个什么样的车，可能才能怎么样。大家想，平常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种攀比心啊，那种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况，就没有真正活出了自己。我不是说过，过去我有一个朋友嘛，他买了一辆车啊，应该是奔驰什么车哈，就这个车和另外一个车外表是一样的啊，只是另外一个车啊，它贵多少万，这个车可以升降底盘，它这车不能升降，然后怎么办呢？他就找人把他那个牌那个名字抠下来，换成另外那个名字，就觉得什么？你看我这个我也是，我不是那个低配的，我是高配的，就这种感觉啊，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们真的说，你被推送了，你被外面的所谓哎呀面子呀，所谓人家说你有钱呀，应该说你能干，应该说你被这些观念被他们的评价所控制的时候，天天推送给你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你人生就活的不是真正的自己了。大概想是不是这样？然后大家想一想啊，手机我们经常讲说你装了很多很多东西，你可以恢复下成出厂设置，人生可不可以呢？其实也是可以呀，大家注意啊。比方说今天是元宵佳节哈，元宵团圆节，就你感受到那份温暖圆满的时候，大家注意啊，这不是月亮给你的，是你打开了生命那个圆满版的那个 app。这个版本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注意啊，它不需要理由，就像月亮，它圆了就圆了，它不需要解释，它本来就有。不是说你努力变得幸福，而是你选择体验幸福。大家注意啊，有的时候说幸福，我是努力去变得幸福，
当然你努力会变得幸福。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你选择体验幸福。同样一个家庭，丈夫和妻子面临同样的一个家庭，同样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这个丈夫有时候觉得我很幸福，那个他觉得不幸福，他觉得因为这个丈夫总看美好的方面，这妻子可能总看不好的方面，就你选择体验哪些方面很重要。所以幸福有时候不是努力变得幸福，而是选择体验幸福。选择体验幸福。有很多家庭很贫困啊，夫妻俩很清贫，可是依然在一块儿相爱，依然很幸福，依然为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感到满足。有的人非常的富有，可是总觉得还是不满足，还是总觉得还有比我更好，我的钱还不够多，夫妻俩之间还是有很多可能过得并不幸福。所以幸福有的时候它不是努力变的幸福，而是你选择去体验幸福。那人生这个版本，比方说就像元宵佳节这个圆满版的这个版本，是不是每年只有这一天才有呢？不是的，不是只有元宵节才能打开，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开。但大家想一想，我们多数人是不是呈现这样一种状态？注意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注意听啊！比方说春节一过了，关掉了，关掉什么？关掉团圆版本，就好像这个手机上的这个 app 只能在春节的时候点一样，春节一过关上了，那不行。你什么时候你的心就应该是团圆的？春节一过不能关掉团圆版本。一回到城市，是不是有什么打开了那个焦虑版？哎呦，我要上班了，上面就有个焦虑的，点开这个了，焦虑版本出来了。周一一去工作上班去了，又点开一个什么呢？抱怨的版本。到月末一看账单，哎呀，放水费、电费，哎呀，又开始运行什么那个压力版本了。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手指到习惯性的点那些让你痛苦的爱。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就习惯性的就焦虑，习惯性的烦恼，习惯性的，哎呀，那种纠结。大家说是不是这样？而事实上，那个圆满的、美好的版本，我随时都可以点开的，不是到过年的、到元宵节我才可以点开。下面就讲一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该怎么样去做就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这个，我给它写叫产品经理一样你就管好自己的人生我说第一步就应该识别什么？识别那个推送。大家注意识别推送。就当一种情绪、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的时候，你得问自己：哟，这是我的选择呢，还是被推送的呢？就像我们过去讲的，在意识的洪流中要植入正面导航。我真的需要吗？我真的需要这样去做吗？是被选择还是被推送？又出现一个什么？这是不是原生家庭的旧的录音？我爸爸妈妈经常这样。我是不是被那个声音还在被他推送？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你就学会了。爸爸妈妈经常吵架，爸爸妈妈经常我要去觉知。我突然买一个东西，这是不是社会比较的那个陷阱？是不是广告植入的那个东西？就对你自己内心的这个东西，我注意你要去识别它，要有觉知，真的要有觉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讲要有觉知嘛。那第二步什么呢？要清理这个主屏，就让我们用手机来说就是这个屏幕你得清理它。你看有人的这个手机屏幕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着乱乱的，找什么都不好找。你要整理你的手机桌面一样，整理好了，归类了。哪些常用的放在最中央，哪些比较老用的放在最顺势，就打开了。有一些甚至一打开马上就默认它打开。那比方手机里面，我们人生应该怎么样？我就觉得，有个健康的版本放在最中央，感恩的版本，点开是感恩的，感恩一切，一打开，感恩，
清理你的心啊，你心态也有个桌面呀，把那个平和的版本放在最顺手，一点就点到它，跟人一讲话就很平和，微笑的一点就点开它。把那个健康的版本设置成什么呢？默认打开，一打开它健康就出来了。大家想应该不应该这样哈？你真的应该这样。感恩，每天想，哟，感恩的版本才最重要，最重要。我要感恩生命，感恩一切。把那个平和的版本一点就是，我一说话就是平和的，一做事就是平和的。把健康版本设成默认它就是打开的。而把那些抱怨的、焦虑的、烦恼的、看不起别人的等等、嫉妒的这些版本怎么样呢？全收起来，收到文件夹里。但是你把它删除掉，那更好啊！你把它卸载了，那就更好。你现在不能放在个文件夹里面，可以有，但是怎么样呢？我不打开，不打开。它在这，我从来不点开这个文件夹，我从来不点击它。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那第三步就是什么呢？我不是被动的等什么情况出现了，我出现什么版本，我要主动的点。主动的点什么呀？就像每天早上今天我要穿什么衣服一样，我今天一醒来，你就应该真的要告诉你，我今天我要运行哪个版本的自己。不是说他遇到事儿了，哎呦，我运行感恩版本，不是，我早晨一醒，我今天就要运行什么。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我再反应，而是提前选择那个状态。今天就是感恩的版本，见到谁我都是感恩的。他说一些难听的话，哎呦，这给我当头棒喝的，感恩。哎，我就带这个版本，带着这个状态进入我今天一天的生活。诸位，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就你心态清理好了，最中央的是感恩的那个版本，最顺手的是平和的版本，打开一默认打开的就是健康的版本，把那不好的们放在文件夹里，然后我主动的点击什么呢？我要选择感恩版本的自己，选择各种美好的版本的自己。我说清楚没有哈？好了，那么下一步就我们借着手机来说话了哈。你看那个 app 啊，经常需要更新啊，过几个月或一年半载的要有新的了，需要更新。我们内在也需要更新啊，定期要升级。怎么升级啊？学习传统文化，升级认知系统，对吧？你认知系统提高了之后，你看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你站得高，说看得远，眼光远，胸怀宽阔，在你面前，你的路就不一样，你的版本就展现的不一样。这是升级，学习传统文化，还得要坚持什么？静坐站桩，坚持锻炼呀。这锻炼是干什么？是优化运行你的内存呐。你能静下来呀，定能生慧，你就能清楚的看到各种选择。你定得住，你的心就不会在被不同的选择的时候，或者不同的诱惑的时候，你就走了。比方说，你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对，可是呢，哎呀，这么做好像你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得到更多的钱，或者得到什么，你就动摇了。明明知道我每天锻炼是很有好处，可是哎呀，今天我就懒，我就不想动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吧？有啊。所以学习传统文化，升级认知系统，坚持锻炼呢，提升自己的定力，提升自己的静力。那就好像是我们要升级这个系统，有的时候一升级，你点开它是为什么要升级呢？他说什么这个要更加安全。我们生命啊，你要打什么啊？安装那个安全补丁啊。怎么安装安全补丁啊？我来开始啊，我们两岸时空一直倡导的，我们的几位老师哈，每天都分享叫日行一善，说日行一善，利他做好事儿，你就在安装安全补丁。
真的真是这样。你日行一善，你去利他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干什么？你就得安全补丁。的确如此啊。所以这就是它定期的升级呀，升级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就想啊，我们连这个像原先讲团圆，这真正的团圆是什么呀？不，当然我们家庭人聚在一块儿是团圆，那有时候家庭聚在一块儿也不一定团圆，还吵架很多了，是吧？就是对你自己来说，真正那个团圆是让你所有的内在那个版本能够和谐共处。比方说，让你的工作版本和家庭版本不冲突。不能说我为了工作就忘了家庭，因为家庭我就没有不工作了，是吧？还让你的独处的版本和社交的版本都自在。你不同的版本，你都能呈现出和谐美好的状态，让你奋斗的版本和休息的版本都合理。你看有的人整天工作忙，把身体忙坏了。说有的人什么无事可做，无事可做也可以说无事生非，说出问题来。你奋斗版本和休息版本更合理，就所有的版本它都是你。就是你要选择在恰当的时候让哪个去上场去主演，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这就圆满了。不然的话，你总是有缺憾，比方说天天忙工作把家庭给丢了，说天天奔命把身体弄坏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说哈，就我们大家就不要问说为什么我的命不好啊，你要问自己，我今天点击了哪个版本的命？都在你心里面。我今天一看到一个人，哎呦，我就感恩，我就欢喜。你这个命就美好的状态。我一看这个人也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什么事都跟我作对，那你就另外一个版本的命。命在哪儿？在你心里面，命由我造啊，是吧？元宵的月亮每年都会圆，但你生命中那个圆满的 app 天天都在。元宵节一年等一次，生命中那个圆满天天都在。区别只在于什么？你的手指是不是愿意点开它？你的心是否敢相信它本来就有？真的，它本来就有。真的希望说，我们天天都是元宵节，处处都是大团圆。你在哪儿都是这样。真的，最好的日子不在日历上，今天几号几号不在日历上，而在你生命的那个预装系统里，你就有美好的日子。不是今天看黄历，今天好，明天不好，今天那个美好的在你生命的预装系统里面，你只需要点击它，唤醒它，并不需要你怎么去创造它，它本来就有，点击它就是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是本来就有好日子，天天就有好日子，天天都是好日子，就看你怎么样，你是不是愿意去选择它？真的，你愿意选择它，你会觉得呀，天天都是好日子。我跟大家讲过，几年前在老家的时候，还是我父亲和我一个和我大叔，那他们都90多岁的时候，他们在一块聊天就聊这个事儿。哎呀，说你看现在这个日子哪有这么好的日子呀？我大叔就说那前一天我在路上，我骑个车的在骑，他90多岁还骑车呢，在路上看到掉了有人不知谁掉了一个皮夹克。皮夹克说：“你看，皮夹克很新的皮夹克，在过去不是谁都拿回家了。说现在旁边有个人把它捡起来，放在树上挂起来，等着那个丢的人来去捡。说现在你看这日子，说吃的呀、用的是多好啊！你看，他就对什么对一切都什么，他都是很满足的，感觉到很幸福。但是有很多人可能已经腰缠万贯了，他也还不幸福。”因为他总是要什么呢？他总是要点开那个什么那个不幸福的版本，而有的人呢，哪怕有一点点美好，他就点开这个美好的版本。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你比方身体有一点不舒服，你说哎呀，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呀？我怎么这么难受啊？我怎么这么可怜？我怎么好了？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就点开放大。
有的人没关系，我本来就是健康的，他不在乎他，可能他也就慢慢也就大概想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说病由心生也是这个道理，你心里面总是哎呀我是什么什么，我总是担忧，总是恐惧，那就走开那个过程。你总是很快乐、很积极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对待你的生命，那你的生命就是美好的，就是幸福的。好，今天元宵节我们也多说了一点啊，现在我们一起起来锻炼啊。好，大家放松，安静。你往这一站，我就是一个圆满的版本，这是不需要练的，本来就有，它本来就是。不是说我练了才有，本来就是这样的。脚分开，成后八字。手慢慢的上来，身体微下蹲，百会向上虚旋，身体向外解放放松。说人天混化，人天合一，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我就有这个版本，本来就是合一的，它不是练出来的。我全身的气血是通畅的，本来就是通畅，就有这个版本。我一在这儿，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健康的，它就是健康的，不是练出来，是我一切换，就切换成了这个版本。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我一切换，哎呀，就像进入天堂一样，所有的美好就都呈现了出来。或者说我站在这儿就是一团气，你本来就是，你就有那个一团气的那个版本，你不用想我怎么画才能画成一团气，本来就是。
元气充足，气血流通，本来就是。我家庭的，我的父母啊，夫妻啊，兄弟姐妹，我的孩子们，哎呀，一切都是美好的，它本来就有这个版本，就是我以我的美好，就唤醒了他们的美好。国家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本来就是美好的。安静本来就是安静。本来就是寂静。
安静。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点在肚脐上，静养。两手分开，安静。敞开心胸，张开怀抱。你本来就是慈悲的，本来就是充满爱的。立刻这个爱呀，就充满了整个虚空，就真的像那个大发慈悲，满怀慈悲到大发慈悲，整个天地虚空本来就是充满爱的。启禀，爱的世界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版本。享受，肩并，你本来就有这样一个版本。所谓替天行道，行这个爱呀，将爱充斥无限虚空，必万物众生就有这个版本。手慢慢上升，就有这个大慈大悲的版本。向上，向上，到头顶上方，安静，安静，安静，慢慢下落。手进额头，面部，爱抚着生命。胸，
腹，小腹，注意双膝软，腹归婴儿。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慢慢上升。致命门点手向前，到肚脐，点手在胸前，注意吸气，外开，呼气，内合，吸气，反转，手慢慢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好，我们静坐静养。
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儿啊。今天是元宵节，再次祝大家阖家幸福，事事圆满。好，谢谢大家。